体里灰尘不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却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，中模糊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我不能够让你们过好日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不会死的。救护车，救护车来了没有？快到了，快到了吧？哈，靴子，咦，怎么没有血的？痛不痛啊？不痛。哦，原来那刀没有插到他。哇 ，Lucky Man， 差一点点你就没命了。天啊！学习。都快4点了，怎么他们还没回来？他们还要去警察局录口供，没这么快的。哎，老婆啊，你帮美丽我出去一下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医院看一下二嫂。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，你该让二嫂多休息嘛。很快就回来了啊。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没事吗？当然有事了，给那家伙吓得我差点屁滚尿流啊！最好判那王八蛋啊，坐个20-30年的牢。怎么搞了？这每个都受伤了。呀 ，Basket， 原来那个瓜会 boxing 的，你看我们几个被 box 到不清不楚啊！老大，你不是什么螳螂拳的传人吗？怎么你也欧巴卡？哎，人家是 boxing 高手嘞，听说还拿过冠军的。不过到后来还不是给打败了，哼。那就是螳螂拳打败西洋拳喽。啊，不是的，他是被威廉打败了。威廉，哎，来，大家喝水吧。哦，来。哇，要命要命啊！哎，喝了水就走啊，最好去看看医生，不要搞到内伤，那就说尾长了。哦。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。哇，大姐，我从来没有看你对姐夫这么好哎。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啊？你要死啊！说的我好像没有人性一样。其实他可以不用管我的，不过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，搞到自己差点连命都丢了。如果我连一声谢谢都不说的话，那还是人吗？他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你失踪的时候啊，最急的就是他啦。不过有一个人跟姐夫有得 fight 哦。哎呀，不要姐夫姐夫叫，我跟你讲几次你不会听啊！就是咯，离了婚还姐夫姐夫，哎，人家学子有女朋友的嘞，要是给他女朋友听到，他就惨了喽。哎，大哥，你什么？我住在你那边，我最清楚的吗？哎，阿妹虽然大方哦，可是女人很会吃醋的嘞。嘉熙啊，没有这回事。哎，
你乌鸦嘴啊，想到就讲。我是故意的吗？东西有人抢，我才珍贵嘞。你又懂？当然啦，你看，女人有男人抢哦，她才宝贝的嘞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女人没有人抢就不用珍惜啦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哎，好料点对吗？那好料沉到下面去哦，有时候很难发现的嘞。那你是说我是好料咯？是啦。我去拿冰帮你敷眼睛。有时候哦，要讲那些女人喜欢听的话的嘛。威廉，给我一碗汤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我以前也有打过拳的，挨几粒拳头没什么大不了。威廉啊，原来你深藏不露，是个拳击高手啊！我说哦，要不是学子拼了老命救家喜，家喜早就要了咯。算了，不能怪威廉的，也幸好有他，要不然你们也不是那只熊的对手啊。哎，学子啊，你可真会跑！我跟大哥跑到上气接不到下气啊，你一点事都没有的。哦，可能是我最近四处推销，我已经跑惯了。我看不是吧？是因为你太爱大姐了，所以为了救她，就达到忘我的境界。这个呢，就叫做奋不顾身。其实，如果你真的出事的话，大姐也是很难过的。学子啊，我看你全身脏兮兮的，还是先回去洗个澡吧。哦，那我回去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也上了换件衣服。哎呀，阿娇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我要去多几个地方贴多几张，我看看。吃2份算1份，那怎么赚钱啊？这是谁的主意啊？哦，美丽的主意啊，我们觉得不错，所以就一致通过了。对啊，我觉得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让一个外人决定我们怎么做生意？我去洗手间。大姐，你不要笑坏美丽啊！更何况她又不是外人，她是我们未来的大嫂哎。啊？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？没有啦，我们只是 friend 而已啦。什么未来大嫂？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已经很 steady 了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怎么可能跟一个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啊？什么这样的女人？哎，她又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这样讲她？你没有看到她嘴巴那么大？人家说女人啊，嘴大吃穷郎的。你的嘴巴这么小，还不是吃到学子破产？对哦，你这种迂腐的观念啊，应该改一改。现在女人是嘴巴大，就是表示有钱。你看 Julia Roberts 不是很有钱吗？她把所有的财产丢出来的话，淹都可以淹死你啊！我真的给你们气死了！阿娇，丢掉。可是什么？丢掉。大姐，既然大家同意这么做，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。你为什么不先听听大家意见呢？对喽，你看老婆说的多好啊！还好我们听了美丽的提议啊，要不然今天中午的时间怎么可能做到30-40个客人的生意啊？那是因为现在搞2份算1份的促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应变一下。对啊，要不然只有在店里面打苍蝇啦。太过分了！那不分明抢我们的生意吗？那还用说？哎，可是做生意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是新店，我们那是20年的老字号。如果我们跟着他们屁股走啊，嗅他们的臭屁的话，那不是很 cheap 吗？给18% discount 啊，已经是很好了，还要买1送1，那不是亏本亏死啦？哎，亏本倒是不至于，大不了呢，大家今天都不要拿工钱，就叫做呢义务效劳。最重要的就是啊，要把整个店面呢带旺起来。这一点我倒是蛮同意美丽所说的。是吗？哦，我觉得开餐厅呢，一定要店里热闹，要每时每刻都挤满了顾客，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这家餐厅的食物很好吃，就算要等位子，他们也不会介意的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们找地方吃东西，看见那些冷冷清清的店，我们都不想进去啊，因为心里面想，一定是东西不好吃，所以才没有生意的嘛。就是咯，哎，你看有些地方哦，它东西也不是很好吃，可是就是因为有人排队，大家也跟着排队去送钱，所以我讲开餐厅哦，一定要旺嘞。这道理谁不知道？
哎，我们是20年的老字号啊，我们有一批忠实的顾客，你还怕没有人上门来吗？对啊，有一些顾客是死的怕戏伪造的。可是他们做这种生意我们做了20年，人家只开了20天呢，难道我们还怕他们啊？真是笑话。总之，我们不可以把自己做得太 cheap。太 cheap 的话会给同行笑的嘞。阿娇，你还不丢掉？哎呀，大姐啊，你刚刚受到惊吓，要不要上去休息一下啊？不了，要开始准备做生意啦。老爸跟佳倩呢？给我讲2句就跑掉了啦。你讲他干嘛？你知道他这个人是不可以讲的吗？谁讲他？我是讲那只老母鸡嘞。他老妈？就是那臭女人哦。那个女人又怎么样啦？他让法德去开房嘞。哦，你看开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法德都不知道会不会马上疯啊。哎呀，不要乱说话啦。那个女人怎么那么不知羞耻的？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她也做啊？就是喽。哎呀，其实他们不要脸又怎么样？他们以前又不是没有好过。家福啊，不是说我要讲你那个老妈，这种事情他也做得出来。老爸一把年纪了，他还不放过他。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时候就要看看老爸他自己呢，经不经得起考验了。老爸也真是的，人家让他就走，他不会拒绝人家的。可能他自己演呢。男人呢，有时候真的很 cheap 的。那佳倩呢？她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的？她不在的话，谁炸鱼啊？我啦，我们去救你的时候就美丽炸喽。你会不会炸的？我以前看过罗太炸鱼的，有一次他也让我自己炸来吃，所以我还记得他教我的一点窍门。他说要炸出好吃的鱼呢，就要记得3方面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怎么没听马德说过啊？有啊，我听他说过的。天时就是要用最新鲜的鱼，地利就是要用最好的油，要注意油的温度，不可以过热。一过热的话呢，炸出来的鱼就会外焦内不熟；相反的话呢，炸出来的鱼就会软绵绵不够脆。人和就是负责炸鱼的人一定要全神贯注，不可以分神。还有最重要是要时时刻刻把顾客放在心上，要让他们吃到最好吃的炸鱼。只要炸过头的，即使顾客吃不出来，我们也不可以拿出去给他们吃的。罗太还说，只有对自己严厉，才会不断进步。周末我跟了马德这么久，他都没有这样跟我讲过的。你妈都不是没有跟你讲，是要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当成耳边风没有听吗？天时地利人和，哎，这句话蛮有道理的。以前我还以为用在打仗上，想不到炸也用得上。哎，这么说，做什么生意都可以用咯。这种道理谁不知道？做什么事情啊都要天时地利人和嘛。大姐，美丽真的是有点功夫哦。顾客吃了她的炸鱼之后，一点 complain 都没有，比我们在这边有10年经验的大哥呢还要好。每次大哥炸出来鱼，不是超搭就是不熟了。哪里有？好啦，总之不会炸的就不要乱炸，会一点呢也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专家。马德说过啊，鱼人人会炸，可是要炸出外脆内软又多汁的就不容易了。哼，我们快乐鱼的招牌呢，跟你们那么乱炸一通的话，还有救的吗？我先走了啦。那我送你咯。各位我先走啦，拜拜。拜。哎，那个嘉喜的臭嘴就这样的嘞，你当他是放屁哦？我没有怪他，怎么说我也是个外人，讲多也不好啦。那今天你也够累了啦，早点回去休息哦。我还要去 interview 嘞。去 in 什么鬼 view？ 总要找工作啊，又没有人养我。我真拿你没办法嘞。那你去 in 什么 view 哦，自己要小心点呢。知道啦。你明天现在去开档啊？等一下打给供应商，叫他们拿牛拉柜来咯。那你会不会来帮我？会啦会啦，我先走啦。OK 咯。拜拜。拜拜。慢走啊。Hello， 来啦。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啊。睡了一整天呢，当然好了。那送给你，祝你早日康复出院。谢谢。
其实啊，我也想早日出院呢。这里的医生很讨厌的，我跟他说话呢，一问三不答，对佳琪啊也是不理不睬的。是吗？哎，你去哪里呀？准备打人呢。你少来啦！店里怎么样了？有我在，当然没有问题啦。你真臭美，说的好像没有你不行一样。那当然啦。你知不知道老爸为什么帮我取一个这么老土的名字？因为我一出事那一天呢，他去买了马票，中头奖0820。0820，你出事的时间？没错。所以啊，老爸说我是罗家的福星，所以我才会叫家福。不过这名字听起来还真够土的，也可见啦，我在家中的地位啊是如此的举足轻重。你这个人啊，说话呢不分真假，很多时候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。这肯定是千真万确。那我怎么没听妈说过？我是大妈最讨厌的女人生的，她怎么可能会提呢？总之啊，快乐鱼有我在，我呢是福气临门。那你跟大姐的名字呢，中间都有个喜字，所以就是喜临门啦。福临门加上喜临门，那你说快乐鱼会不会大旺特旺呢？好啦好啦，算你会说话了。你这张嘴巴，树上的小鸟啊都会给你骗下来的。不过说真的啊，二嫂，当初啊，如果不是二哥追求你，反而是我追求你，那你觉得你会不会被我骗到啊？不会。哇，你这么有自信。因为我不喜欢你这种口花花的男人。啊？因为跟你这种男人在一起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所以你就选择像二哥这一种跟女孩子讲话脸都会红的男人在一起。嗯哼。你真的很有眼光。二哥真的是一个大好人。可是，有些事你必须接受。二哥他怎么了？我说二哥啊，他有点不好，他太忙了，他不止当医生，还当义工啊，整天四处啊跑来跑去的。因为他很有爱心啊，那也没什么不好啊。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多一点像二哥这种人就好了，就不会有什么打仗啊、爆炸啊，搞到整个世界啊乌烟瘴气。你放心好了，你二哥答应我，在孩子出事前不会再离开我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在看啊，二哥有没有躲在这边偷听我们说话？因为我现在准备说他坏话，来破坏他的形象。你尽管说吧，他回去诊所了。我看我还是不要说好了，免得你跟他告状，到时候我跟他借钱又借不到。放心好了，我不说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说。你要不要喝点东西啊？我去帮你买。我不喝了。那我待会再过来。护士小姐，麻烦你帮我找一下王医生，我想跟他谈一谈。请你等等。谢谢。进来吧。嗨。子斌。送给你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说呢？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告诉我。要不是我打电话到你办公室，还不知道你出事呢。其实也没什么。只是弄伤了头，医生以防万一啊，就叫我留院观察2天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明天就出院啦。那就好。你这阵子也真是太忙了，应该趁机休息一下。我已经习惯了，反而现在无所事事啊，我觉得很无聊啊。不如这样，等你出院，我们找个时间出国去玩。巴黎，巴黎怎么样？我记得你告诉我你很想去巴黎。我跟你？别开玩笑啦。
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很想带你去散散心。自从你忙完了佳琪的后事，就瘦了很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瘦了很多。不是，你刚才说我忙完佳琪的后事。是啊，那有什么不对？子彬，你可能觉得这是黑色幽默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拿佳琪来开玩笑。雅喜，你怎么了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过分吗？你走吧。雅喜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啊？佳琪的确已经不在了。你还说？雅喜，你要接受现实啊，佳琪真的已经不在了，她在2个星期前已经离开我们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佳琪今天早上还在我身边，昨晚她也没有离开过我的。是啊，你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吧？你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吧？你看，佳琪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对呀，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雅喜，你是不是有幻觉？我知道失去佳琪让你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但是你要有勇气去面对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关心你。子彬啊，你不要再乱说了。佳琪她没死啊，佳琪就在这里啊。雅喜啊，你要接受现实，这都是你的幻觉，佳琪已经不在了。不要再说了，子彬。雅喜，你听我说，这全都是你的幻觉，这全是你的幻觉，你听我说呀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你是谁呀？你先别管我是谁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只是在安慰他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他一直说啊，佳琪死了，佳琪死了，佳琪根本没死，佳琪就在这里啊，他在胡说。对呀，你根本就在胡说。你才胡说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过分啊？罗医生明明就在这里吗？你刚刚说他死了，这种玩笑怎么能够开啊？哎，我们到外面再谈。你才开玩笑！你说佳琪在这里，那你告诉我她在哪里啊？那根本是雅喜的幻觉，为什么你要骗她？佳琪就在这里。是啊，我就在这里啊，这不是我的幻觉啊。是啊，子彬，你回去吧，我很累，我要休息了。雅喜，你听我说，这全都是幻觉。你没听他说他累了吗？走吧，走吧。雅喜，这全都是幻觉，你听我说，你要面对现实啊，雅喜。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没看见我刚才一直给你打眼色吗？为什么还一提再提他先生的事？那根本是在自欺欺人，他现在已经死了。那是因为他脑部有淤血，再加上他在思念他先生，才会产生幻觉的。那他什么时候才会清醒？医生现在呢，正在给他服药了。我对这个没兴趣，我只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清醒。那我不知道啊，医生也不知道。你们就让他这样下去吗？我的天，你们要瞒他瞒到什么时候？除了这样，还有什么法子啊？让他面对现实，让他明白他先生已经不在了，然后再帮助他忘记这段伤心的往事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你没看见吗？他刚才还这么激动。他激动是一种发泄，发泄出来，他的心情就会平复了。你不要忘记啊，他现在还是病人，他还没有完全康复的。那你不用操心，我在大学念过心理学，还学过心理治疗，我知道该怎么帮助他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进去看他。我劝你还是不要现在进去比较好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。OK 咯，如果你拿这个来比的话，那你赢了。不过如果你坚持要进去的话，我劝你还是问过医生会比较好。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做。哎，什么事啊？这个人啊，坚持要把真相告诉你二嫂。什么？雅喜，雅喜，家父，你干什么？这个人喝醉了。对，喝醉了，满口酒味，臭死人了！出去，出去！他真的喝醉了吗？是啊，这个喝醉了就胡言乱语，真拿他没有办法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以前追求过你吧？你不说话，那就是默认了。看来啊，他对你还是念念不忘，所以才会那么妒忌你先生的。
算了，佳琪说啊，她知道子彬的为人。哦，是的，我是不会跟他计较的。他说啊，不会跟他计较的。哦，那个讨厌鬼啊，终于被我赶走了。他真的是个酒鬼，差点啊吐到整身都是。子彬很少这样的。我看他啊是想借酒行凶。你不要把子彬说这么恐怖。其实子彬他帮过我的，而且帮过一个很大的忙。二嫂啊，我看你就不用想这么多了。医生说你想太多的话会透支脑力的。不是啊，刚才我真的想到什么的。子彬好像帮我安排送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回国。惨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他在说我二哥的遗体啊。可是我怎么想，我就是想不起来。想不到的话就不要想了，别跟自己的脑细胞过不去，就好像我医生跟我说，别跟我的牙齿过不去一样。我医生说啊，他帮我做一个牙齿整形手术，我就可以娶到老婆了。可是我跟他说，我要娶的是一个呢，不是用外表来评估我的女孩子。所以我决定等找到那个女孩子过后呢，才来对付他们。我还真佩服你啊，有这么天真的想法。不过我相信还是有些女孩子呢，会看在钱的份上，勉为其难接受你这排牙齿。家福啊，不要说得这么过分啊！二嫂，我是真的把她当朋友了，我才这么坦白的。朋友，那你放心好了，我自信呢还能够分辨得出对方是喜欢我汤家明还是我的钱。不过老实说，我也没有什么钱的，我也是拿一份薪水帮我老爸打工。我老爸有3个老婆，15个孩子，我不可能分到什么钱的。干嘛说得这样坦白啊？对了，把我们说的好像啊就喜欢你那些钱的女人一样。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真爱的。那就好像施如小姐和她先生。对了，佳琪呢？哦，二哥走啦？是啊是啊。走了？啊，他刚才还跟我们说拜拜的。哦。二嫂，你在找什么啊？我找我的电话，我看佳琪有没有留电话录音给我。喂，亲爱的，我现在有个病人紧急入院，我现在必须赶快去医院看他。我今天晚上在7点赶回来看你 ，OK？ 拜拜。他有病人紧急入院，他去了医院。哎，家福，二嫂怎样了？他时好时坏，有时候还会幻觉二哥就在他身边了，好像有一点善忘，就连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他马上就忘记了。那医生怎么说？我跟他的主治医师谈过了，他也束手无策。哦，那我看应该动手术，把他脑里的淤血除掉。哎，这是大手术哎，你以为拔牙？长痛不如短痛吗？我担心这样下去啊，牙齿会变成神经病啊。医生都说不用动手术了，你比医生还厉害咩？有些医生骗吃的吗？医生骗吃，那你是什么？哎，话不要乱讲了，这样会害死人的。大哥，你这干什么啊？你哪里不爽啊？我现在浑身上下都不爽啊！你看，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嘞。要是照美丽的话去做哦，我们的生意就不会这样惨了啦。现在才几点？6点钟而已嘞，你担心什么？现在人哪有这么早出来找东西吃的啊？那又不见得哦。以前6点钟啊就很多人啦。有时也会例外的吗？对啊对啊，有时候过了7点才有生意的嘛。那有人，老板回来了。否则你跑去哪里？哎呀，你不用问啦，是不是去野浪啊？你真的跟女人去开房啊？没有啦，没有，一大早出去到现在回来，没有去野浪，去哪里？哇，法德，你还有人拜呀？啊？哇，你要死啊！你知道那老母鸡多毒吗？给它剁到，你完蛋啦！老爸，妈的去世还没有到749天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的啊？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给蚊子叮了一口，你不要乱说话，我要上去冲凉了。我看，法德。蚊子的嘴巴有这么大咩？
法德肯定是做贼心虚。我去开房给我们拆穿，当然心虚啦。你看他跑得比鬼还快嘞。现在我知道马德的顾虑是没有错的。马德有什么顾虑？马德他说过。说什么？没什么啊，没有啊。要说不说。大姐，我上来准备晚餐了。哦，我帮你。呀，马德说过啊，他不要佳倩插手店里的事情，就是担心有一天那个女人会回来，到时候他们母女联手会把我们这间店吃掉。你看现在马德尸骨未寒，法德就跟他去开房，我看迟早有一天呢，他会突然间把这个女人带回来。看来马德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要是那个臭女人敢回来哦，我就让她吃我的螳螂拳呢！哎呀，你什么螳螂壁虎？只要那个女人抓住法德的心啊，就算你变成老虎、狮子都没有用啊！对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整天有道理。那你讲有什么道理咯？这个哦，跟屁虫了你！哎呀，我就知道大姐的意思。那现在这间店还有楼上的房子都是法德名字，对不对？只要抓住法德心，就等于拥有这一切。除了这间店、房子，还有银行存款、马德的首饰，到时候啊，通通都变成他的。哇，这样就大件事了咯！现在你就知道那个女人有多毒哦。我只不过这样摇晃了2下屁股啊，他已经看得呢两眼发直，抱得我是又亲又摸的，好像个色鬼一样哦。好心你啦，别说的那么露骨嘛。是啊，大姐，杰美还是个小女孩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懂得比我还要多。杰敏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杰敏啊，到厨房看看需不需要帮忙啊？去啊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我说我要走啊，他还死都不肯呢。那你们跟他谈店的事啊？哎，不能操之过急。现在跟他讲会把他给吓着的。放心啦，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你在干嘛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见啊？喂，什么事啊？他喽，上回说什么鱼块大小要一样，太大不行，太小更不可以。但是你看看他现在切的鱼块，有哪一块是大小一样的？文杰太累了。累？我看不是吧？他不是故意在找麻烦呢，就是真的神经病喽。够了啊！你从小就被姑姑跟姑丈宠坏了。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人家的感受啊！你要知道现在厨房是靠谁，做人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哎，我是这里的经理耶，说说他也不行吗？不行啊！你什么？你给我出去啊！以后厨房你不需要管了。文杰，不要洗啦！我不是神经病，我不是神经病啊！你当然不是神经病啦！你看着我啊！你不是时常问我什么时候要嫁给你吗？你什么时候要娶我，我就什么时候嫁给你。真的？你今晚要娶我，我今晚就嫁给你。佳倩。半个人影都没有啊！我炒了米粉，大家有就来吃吧。哎呦，娘，那边的生意哦特别好嘞，好到要排队，从烤到排到门口啊。那有什么奇怪啊？很多新加坡人都很妖怪的吗？哪里有促销免费啊？全部人都跑过去，最好啊，全新加坡人都跑去那边吃啊，都吃到他们倒闭。我看先倒闭的是我们啊。你说什么？
不是吗？人家再怎么说都已经造了势，打响了知名度，而我们呢，冷清清到连只苍蝇都不要飞进来啊！再这样下去，不倒闭才怪。倒，你很想看到我们的店倒啊？我哪有？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应变。像今天下午，美丽就应变得很好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拥有一半的生意，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士气。不像现在，就算一只苍蝇飞进来，也没有心情去打。不要说了啦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让我说呢？这是个民主的社会，有什么问题就一定要提出来，不合理就要反对。就是有人啊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好混水摸鱼。大姐，你又在说什么啊？谁混水摸鱼啊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人少说一句嘛。哎呀，不管了啦，我去拉客。大哥，你不要那么 cheap 啦，现在才6点半而已，你紧张什么？你看，有顾客上门了，欢迎光临。你等一下啊，我订张10个人的位置。好啊，几点啊？我们这里很好的，你要准时到哦。7点半吧。你们还有2算1吗？对不起啊，这个促销已经停止了。但是下午有个小姐跟我说，你们晚上还有促销的。我们今晚已经没有这个促销啊，这是管理层的决定。那我不要了。喂，彼得，快乐鱼晚上没有 promotion 了，我们改去正宗快乐鱼吧。你们一个个干嘛苦瓜脸啊？我宁可不做生意啊，也不要搞什么买1送1啊，白辛苦一场又没有赚到钱。对面就怕了我们搞这种噱头，最好啊，他们每天买1送1，亏都亏死他们呐。那我们再守几天，等他们停战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，叫救命。说话啊！说了等于白说。哎呀，吃东西啦！我明天还要开档嘞，如果没有生意哦，我吃饱要回去睡觉了啦。吃啊，你们够了。大哥，我炒了米粉。哇，很香嘞。好吃哎！你炒的米粉哦，又香又好吃。如果不要拿去巴沙卖好，那些顾客肯定是要流口水呀。那你要不要叫他帮你卖啊？这样很多顾客只会看不会吃哦，而且还会流口水啊。你不要乱说话啦。大哥，如果要帮你的生意，我真的可以每天早上炒一锅给你的嘞。当然帮得到啦！哎呀，你看巴沙卖的那炒米粉哦，什么料都没有，又扁扁的几根豆芽，一小包要卖8毛钱呢。哇，你这种神的哦，就算卖块半哦，看啊，那顾客都照杀。你说的那么好，我炒给你卖都不可以啦。那你说的啊？明天早上呢，我炒一锅送过去给你。OK。等一下，还没有看多少钱呢。这么，你怕我吃了阿胶啊？我就是怕你吃了它。哎，家福，吃米粉吧。大哥，你不要听家福说的，我们都是自己人嘛，讲什么钱？佳琪啊，要不要吃米粉？我帮你拿。我不吃了，你去吃吧。哦。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旺。威廉。谢谢你。咦，大舅，小姨在吗？不在。大舅，有没有12块？你要12块这么？我搭的去回来要还的士费。12块就没有嘞，2块要不要？哈，2块哪里够？小沈，你可以借我12块吗？还的士费。可以啊。不要给他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你妈咪不是叫你大 boss 吗？你为什么老是不听话？老是找人家帮你付得士费。上一次找小姨，这一次又找小沈了。Daddy， 这里这么多人，你可以不要骂我嘛？我也有自尊的 ，OK。Daddy 不是骂你，我只是要让你知道。我知道啦，你要说的我全部都知道。那我今天已经搭了很多趟巴士了，是搭到我的 EasyLink 卡没有钱了，才搭taxi的。你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了，上一次也是这么说了。你妈咪后来查到你 EasyLink 卡里面根本还有钱。这次是真的啦。二姐夫，算了啦，我就去帮他付。哎，不用，我这里有。没关系的。哎，不行啊。Thank you， 小沈。以后别这样了啊！哎，吃了晚餐才上去吧。我吃饱了。你是说你在外面吃饱了？
喂，你又吃饭又大得势的，你真的以为自己很有钱啊？我只是吃快餐而已嘛。哦，快餐不用4、5块啊？你懂不懂？你 daddy 踩着脚车去卖鸡饭，也只不过赚了20多块。Daddy， 你是怎么了？为了几块钱跟我大小声？我不是要跟你大小声啊，我是要让你知道赚钱真的很不容易啊。OK， 我知道了。不行，来坐下来，Daddy今天好好跟你谈一谈。Daddy， 这里这么多人，你给我留一点面子好不好？哎呀，你 Daddy 要跟你谈，你就跟他谈咯，他又不是要骂你。要是换成你妈咪啊，早就给你巴掌了。你要谈什么？兰娜，你Daddy我今天好不容易才赚到23块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力赚钱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要赚1块钱真的很不容易的。可是你呢，做得势就做去12块，一顿快餐就吃掉多少钱呢？兰娜，我们真的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你看看你弟弟，每天要背着一大背包的汽水去卖给同学，他不止自己赚零用钱，还给了我50块去做生意。还有你妈咪啦，还得跑去曼谷那边找机会，为了省一点钱去住廉价酒店，结果呢，被人家打抢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一家人都在挣扎生存，你应该要。那你还要我怎么做？我现在不是每天搭班上学放学了吗？那我很久没有去 salon 了，eyebrows也没有 trim 了，衣服也没有买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娜娜，你爹地妈咪也希望你能够吃得起苦啊。我现在还不够苦吗？我现在每天搭巴士已经够苦了，每天挤上巴士，朋友看了都很 surprise，OK？ 我还要骗他们我在体验生活。为什么要骗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不想他们知道我现在是个穷光蛋。啊？不要嘛！哇，现在的孩子哦，真的是不打鼾呢。吓到我的心差点跳出来呀！大姐姐干什么？嘘！大姐，你上次害我们店下毒，害我们关门大吉，这次搞什么买2送1促销，根本是针对我们。我只不过想犯点小火，吓走他的顾客而已吗？万一小变大火，那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万一烧死人呢？我只放一点点活水，火不会大的。大姐，火不许你控制的。你不要啰啰嗦嗦啦，我自有分寸的啦。不可以，这是犯法的。犯法就犯法，他们做初1，我做15，可以放手。你走吧。是谁？是你。里面黑青了，黑青了！告你个死人头哦！现在谁告谁他还不知道嘞！哎，告什么告？哇，你害了我们一次又一次，还要告人呐！你们真的是比毒死还毒，比大便还要臭嘞！惹火了我真的放一把火把你们烧光光啊！
我要是来晚一点点啊，真是烧光光了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阿娇看到的，他就在那旁边。什么？阿娇，说是不是？阿娇，说啊！赶快放下一天工作想法，等待你的回视家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狩猎杀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回视家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想让你忘掉疲劳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把快乐都想家，幸福就变得无限扩大。回家，把热闹